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直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人怀疑说爱因斯坦就是抄的墨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传教士把我们这边的文化传到西方，然后处于同一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看上一眼并记录下来，然后到爱因斯坦的时代，他已经是一本古籍了，然后再换一种说法。这种看法似乎不可理解，但是你要细品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都生活在春秋战国。至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学术和推动人类进程的观点都是出自于我们东方，怎么也走不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这些思想体系。而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可谓是异常的超前。墨子说，力是物体加速的原因，重力和重量它并不相同。其实这就是力学的启蒙，可直到2000年后，牛顿才提出类似的观点。然后墨子呢还提出了宇宙的概念，认为时空它既是有情的又是无情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了2000多年后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的雏形。除此之外当时的墨子还提出过小孔成像、几何定义、极限理论等等本应该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东西。而墨经我们可以找相关资料了解，竟然完成于公元前388年，距今已经有将近2400年的历史。除了这些足以推动人类进程的观点之外，墨家最厉害的还是他的10大思想。但只要一说起墨家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兼爱和非攻，可后面呢还有上贤、上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月、节葬和节用。这些思想我们在表面上看感觉没什么，但是如果详细了解，你就会感觉到异常的惊人。比如兼爱，何为兼爱？人人平等，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这是普遍教科书上的理解。而真实的意思是墨子反对儒家的思想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家爱。儒家思想注重把人分成3、6、9等，比如说士农工商，比如男尊女卑、皇权、贵族、平民，拉开贫富差距，让中下阶级的人没有资源，缺失权利，然后进行等级压榨和剥削。然后墨子呢提出的兼爱、人人平等，就是反对这种建立等级的。无论你是官还是商还是普通百姓，社会地位是一样的，然后用兼相爱的方式交换利益。这就是反对等级制度下的压榨和剥削。说白了，墨子的兼爱就是想让中下阶级的人有人权。我们再说他的上贤，顾名思义这天下的王要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举之。墨子这里是反对世袭制的。墨子认为世袭制一家独大的皇权体系只会让一个国家走向衰落，不会进步。比如说皇帝年迈已高，或者是下一代贪图享乐不懂得治国，这都会产生巨大的反面影响。但是这一点在提出的2000多年后才实现。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但是至少不是一家性的，这也算是进步。历史的脚步也是从这个制度更改之后，科学技术、劳动生产才得以开始进步。我们再说非命，顾名思义就是让人不信命。但是要充分的理解墨子所提出非命是什么意思，还要了解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把人分成等级之后再提出非命，主张的是君子以固穷，贫穷也要安贫乐道。就是出生于贫苦百姓家的孩子，不要想着翻身，包括你的祖孙3代、世世代代，因为你等级低下，根本不能给你翻身的任何机会。反之，如果你出生贵族，那就永远都是贵族。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做很多事情都是要看家庭出身的。而墨子的非命就是反对儒家的这一学说，提倡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身份里，提倡人定胜天。无论出生于哪种家庭，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墨子的思想他一经问世当时是很受欢迎的，迅速积累底层民众。有人说，如果秦国统一后我们的历史开始独尊墨学，那么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绝对是碾压第2的存在，版图大到你一定想不到。然而真实的历史呢，墨家在秦国统一后不久便神秘消失了，但是墨家的精神并没有消失。他在先秦时期所提出的科学理念和宇宙时空论是西方科学家创造的灵感源泉。他的思想平等人权、强本节用，同样在西方也得以重用，成为了列强。列强为什么强？因为走出封建体系要比我们早，所以墨家文化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笼罩下的普通人。这本图文版的墨子就推荐给大家，内容很全，有翻译、有注解、有彩图。